两个人应该是刚去逛街回来。于茵茵一边手挽着她母亲的手臂，一手提着几个袋子。东明，你要出去吗？陆太太看到儿子，本能地问了句：妈，于小姐。陆东明打过招呼后说道：妈，我有急事要出去，暂时没空招呼你和于小姐。你们要不在我办公室里等等，要不回家去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陆太太关心地问道。就是急事。陆东明再粗线条也不会告诉母亲。他撇下一大堆公事不管，是想去关心关心洋洋，怕母亲误会他和海玲。已经很多人误会他喜欢海玲的了。陆东明说他是真的喜欢洋洋这个孩子，都没有人相信，觉得他是想提前和洋洋搞好关系，好顺利的成为洋洋的后爸。是公司的是吗？陆太太再问道。陆东明撒着谎：是的啊，妈，我先走吧。行，那你去忙吧，晚上回家吃饭。茵茵给你买了几套新衣服，回家吃饭时试试是否合身。哎呀，要是你不回家吃饭，从明天开始我就让茵茵天天给你送饭。那陆太太还是很了解这个儿子的，她现在对于茵茵还不来电，就不喜欢茵茵天天来烦她，这样威胁她，她保证会回家吃饭的。还有，别老是住在战印家里啊，人家正处于新婚期，夫妻俩好的蜜里调油的，你住在战印家里，那就是一盏超级亮的电灯泡。你是没有家吗？你是没有房子住吗？要住到战印家里去，今晚就搬回家里住。陆东明说道。战印和海童都领证半年了，早就过了新婚燕尔的时候，人家感情好，天天都是新婚期，你有意见啊？你不搬回来住，妈就去和战印说，我们家里要重新翻修，没地方住了，借住一下他的房子，你住哪里妈就住哪里。哎，他老妈还真会那样做的。在那陆太太威胁陆东明搬回家里住的时候，那于茵茵一句话不说，也不方便说话。陆太太这样做都是为了给他制造机会，能与陆东明好好的相处，培养一下感情。行了，妈，我会回家吃饭的。陆东明就妥协了。妈，我先忙吧。去吧。陆太太见威胁到儿子了，大方的挥手，让儿子先去忙正经事。陆东明赶紧溜进了电梯里。陆太太和于茵茵站在电梯口，看着他进了电梯，看着电梯门关上。片刻，陆太太往前走，那于茵茵自然是跟着他的。陆太太去问陆东明的秘书，陆东明急匆匆的出去，要处理什么急事啊？秘书答道。陆总接到一通电话后，就匆匆的出去，可能是 XX 项目出了问题吧。那是我们公司现在最重要的项目了，陆总亲自跟进的。就陆太太呢，哦了一声。于茵茵问了句：你是陆四哥的秘书，怎么不跟着陆四哥一起？秘书答道：我的一位同事，也就是陆总的另一名秘书，在那边等着陆总了。他是和陆总一起跟进那个项目的人，我跟着去帮不到太大的忙。于茵茵哦了一声。陆四哥有2位秘书，我最近忙着结婚的事，很快就要休婚假，陆总身边缺不了人。秘书答得滴水不漏。于茵茵没话说了。陆东明不知道他走后，母亲和于茵茵会问秘书那么多问题。好在他的秘书答得滴水不漏，没有引起母亲的猜疑。而动物园的突发事件，陆太太和于茵茵也不会去关注，因为与他们无关。知道洋洋现在明苑花园，陆东明直奔明苑花园。他到达明苑花园时，战印和商无痕都不在了，只有几个女人在家里，就商小飞也还留在这里。陆东明打电话给海玲，海玲接他的电话后，他问道：海玲，你和洋洋还在你妹妹家里？彤彤说吃了饭再送我们回家。陆总有事吗？今天的事我知道了。陆东明温沉地说道，都上了新闻。我看新闻看到的，刚才问过了战印，知道洋洋没事，可我不放心，想过来看看洋洋。现在我在明苑花园门口，你能出来带我进去吗？
海玲愣了愣，没想到这件事还上了新闻。想到当时那么乱，还发生了孩子被抱走的情况，会上新闻也就不奇怪了。陆东明会猜到杨洋差点出事，估计是因为伤无痕和战印同时出现，两位大总裁过于引人注目了。好啊，陆东明是关心杨洋，都亲自过来看望了。海玲自然不能把陆东明拒之门外。陆总等上几分钟，我现在就出去。挂了电话后，海玲对妹妹说道：“彤彤，把你家钥匙和出入卡给我，我出去接陆总进来，他来看洋洋。”海彤拿来钥匙和出入卡递给姐姐。海玲出去了。商小飞看着海玲出门后说道：“彤彤，陆总对洋洋是真的关心，还亲自来看望洋洋。”在摘着菜帮着海彤一起准备晚餐的老太太呵呵地笑。只要听到洋洋母子俩有什么事，陆东明都是跑得很快的。陆东明觉得他是冲着洋洋来的，老太太也懒得去提醒他，让他慢慢的悟吧。现在海玲还在创业阶段，陆东明要是有什么举动，陆太太发疯，处处针对海玲，那就不好了。等海玲事业有成了，陆东明能悟出来，两个人才有希望。毕竟不是所有长辈都能像他们战家这样开明的。除了陆东明亲自过来关心洋洋的，还有沈小军，他今天留在店里看店，没有跟着去动物园。收到消息后，他就赶紧把店门一关，匆匆地赶过来。海玲出去接陆东明的时候，沈小军恰好到了，于是一起进来的。10分钟后啊，洋洋，陆东明一进屋就大步流星地走向正和商小飞玩闹着的洋洋，一把抱起了洋洋。洋洋被吓了一大跳，回过神来后挣扎着要下地。洋洋，你没事就好。陆东明紧搂着洋洋不放，他想到当时的情况都阵阵害怕。陆叔叔，你放开我。洋洋还在挣扎着想下地。几个女人看着陆东明，除了海玲之外，都觉得陆东明的紧张害怕比周红林当亲爸的还要甚。周红林都没有跟着过来安抚儿子呢。老太太咳了2声，在陆东明向她的时候，她提醒着陆东明：“东明，洋洋没被歹徒吓到，倒是被你吓到了。你洋洋挣扎着要下地呢。陆叔叔，你放开我吧。”洋洋再次要求着。哎，小家伙小脸绷得紧紧的，明显是生气了。陆叔叔力气太大，他挣不脱陆叔叔的怀抱。陆东明就连忙把他放下，他人也跟着蹲下，改而扳着洋洋的双肩，温声说道：“洋洋，你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”洋洋闪烁着大眼睛啄陆东明。陆叔叔对他其实挺好的，他能感受得到陆叔叔对他的真心，并不是逗着他玩，而是真的很喜欢他。洋洋抬手，小手落在陆东明脸上的那条刀疤上，轻轻地摸了一下，就缩回了手，像是害怕的样子。见陆东明没有痛苦的反应，他再次伸出小手去摸那条刀疤。陆叔叔，痛吗？现在不痛了，当年受伤的时候很痛，血染菌炎，把他妈吓得腿都软了，以为他伤得很重会死。不仅仅是母亲被吓到，所有人都被吓到。他生病的奶奶因为他的伤差点一命呼呼，虽说后来知道他只是破了相，但奶奶被吓得太甚，病情越来越重，没过多久就病逝了。陆东明才知道后悔，然后洗心革面，退出他嘴里的所谓江湖，重做人。那条刀疤他一直留着，既是见证了他的年轻气盛，也是提醒他，因为他的叛逆导致奶奶过早的病亡了。医生说调理得好，注意一点，奶奶还能多活个3、5年的。奶奶临死前呢，最放心不下的依旧是他这个小孙子。奶奶摸着他脸上的刀疤，想说什么时，已经说不出话来。最后那只苍老的手从他脸上滑落，那一刻，他失去了最疼他的奶奶。那多年来呢，不管家人怎么劝啊，他都没有去做整容手术。但是，哇，他好可怕！洋洋轻轻地说道，像一条会咬人的虫子一样。陆东明沉默，
他很喜欢洋洋这个小家伙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反正他就是喜欢这个小东西，或许那就是缘分吧。但洋洋总不让他抱，大家说洋洋是怕他脸上的刀疤。此刻听着洋洋那轻轻的话语，他那小手轻轻地摸着他的刀疤时，那眼底是有着害怕，也有着心疼。哎，小东西替他感到痛呢。陆东明把洋洋搂入怀里，拥抱了一下后，就放开了洋洋，站起来，很自然地对老太太说道：“战奶奶，你多做点菜，我留在这里吃饭。你来得早一点，否则饭菜做好了，你只能吃泡面。”老太太笑道：“泡面都没有呢。阿印和彤彤不吃泡面，家里都没有泡面。”陆东明笑道：“我又不挑食，有什么吃的我就吃什么。”那到商小飞后，他和商小飞打了声招呼，商小飞的视线在他和洋洋身上来回扫，打他：“洋洋如果是个女孩子，又成年了，我都要怀疑你对洋洋有企图呢。你刚才洋洋的眼神柔的都可以滴出水来了。”沈小军说道：“陆总不是把洋洋当成女孩子，他是把洋洋当成了他的宝宝，他散发出来的弑父。说陆东明对洋洋的观弑父，她是洋洋的亲妈，岂不是把她和陆总凑成了一对儿？”陆东明自顾自地在沙发上坐下来，问起事情的经过，感觉他们的目标就是抱走洋洋。陆东明的直觉和海童夫妻俩一样。海玲，你记得他们的样子吗？就能把他们的样子画下来，我让人把他们揪出来。陆东明是不再混江湖了，但江湖上还有他的传说。他若有事要那些人帮忙，他们都会像以前那样鼎力相助。他们都戴着黑色的口罩和墨镜，不到他们的样子，只知道他们身材高大，力气也很大，不像是普通的歹徒，力是像保镖。战印出入都带着保镖团，海玲见惯了妹夫身边的保镖们，个个都高大威猛，他就觉得那些歹徒呢像保镖。陆东明眼神沉了沉，没有就海玲这句话发表意见，就问了更多细节后，也到时间吃饭了。他家母上大人的电话再次打过来，陆东明指示了来电显示，并不接听，很淡定的和大家一起吃饭。东明啊，谁给你打的电话，你也不接一下。老太太说他，陆东明就淡定的夹着菜吃边夸着海童的菜烧得好，羡慕地道。战印有口福了，羡慕吧，嫉妒吧。哎，以后你也找一个烧菜很好吃的老婆，你就有口福了。老太太打他接电话吧，反复打了几次。你不想接，但这手机铃声太响，刺耳得很。我年纪大了，听不得这种噪音啊。战奶奶，等我吃饱了，我再接听。陆东明依旧淡定地夹着菜吃饭，偶尔用公筷给洋洋夹点菜吃，并说道：“洋洋，你今天被吓到了，多吃点压压惊。”我没有被吓到啊，洋洋认真地反驳着。对，没有吓到。洋洋是小小男子汉，胆子大得很，什么都不怕。陆东明的夸赞让洋洋抬头挺胸的。姨丈也说他是小小男子汉。海玲，我觉得你就该送洋洋去学点防身的功夫。战印也是这样说的，他说了会给洋洋请个师傅教洋洋学点拳脚功夫。答话的人是海童。陆东明嗯了一声，被战印抢了先。谁叫战印是洋洋的姨丈呢？饭后，那陆东明的手机再次响起来的时候，他接听了。妈呀，陆老四，你是存心不想接我的电话是吧？我打了10几次，你现在才接听啊？陆太太被气得不轻，儿子都不叫了，直呼陆老四。妈，我下午开会的时候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忘记调回来了，所以没有听到手机响。刚刚拿手机出来时间，妈打电话过来，我还疑惑呢，怎么有来电手机不响呢？众人着陆东明，真想不到陆大总裁撒谎的本事也是一流的呀，脸不红，气不喘的。好像他说的都是事实一样。陆太太不在现场，
只能是儿子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了。你说的今晚回来吃饭啊，这都几点了，你还不回来呀？陆太太催促着儿子，你赶紧回来。茵茵亲自下厨给你烧了几道她的拿手好菜，妈尝过了，很好吃，有5星级酒店大厨的水平。妈，我不回去吃饭了，我事情还没有处理好呢。你和于小姐吃吧。妈，于小姐是在我们家里做客的，你别让她下厨做饭，那是待客不周。陆太太皱眉，还没有处理好啊？就算没有处理好，也要吃饭的呀。天都黑了，你先回来吃饭。吃完饭了再继续忙也是一样的。妈，我吃过了，我在外面吃的。陆太太，茵茵做了那么多菜啊，妈有口福了。陆太太噎了噎，被儿子气得半死啊。她那么拼命的给儿子制造机会啊，儿子确实能避就避，不能避就推。那于茵茵那么优秀，两人又是早就认识的，只要2个人相处，肯定能擦出火花的。东明，妈很喜欢茵茵，那让于小姐多住几天陪陪妈吧。茵茵工作也忙的，她过一段时间还要回家。陆东明笑道，那也好办，妈可以跟着于小姐过去，跟阿姨见面，就当作是出门旅游，散散心吧，见见老友。妈觉得怎么样？我帮妈安排私人飞机送妈过去，叫上我爸一起，你们夫妻俩都退休了，没有工作压力，想玩多久就玩多久，明年再回来也行。陆太太呢，气得直接挂电话，这个臭小子是对茵茵没有一点兴趣。陆太太把手机扔在茶几上，骂道，那个臭小子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茵茵这么优秀，他也看不上，他这是打算一辈子不婚吗？陆先生说他，都说了，让你别再操心，顺其自然，他又不是3岁小孩子，他有他的想法，他要是只有3岁，我还不操心呢。你以为你小儿子还年轻，36岁了，现在又3月了，再过几个月又过年，他就37岁，37岁离40岁还有多远？别人40岁都快当爷爷了，你儿子40岁连个老婆都没有，我能不操心吗？咱们这个圈子里，就属他是最老的剩男了。陆先生本能地道，苏家的少主不也是老剩男啊？陆太太瞪着丈夫，苏少主比你儿子小1、2岁好不好？你儿子37，人家苏少主才34、35呀，大概是那个年纪吧。别人家的儿子几岁，陆太太不放在心上，只记得苏少主和自家小儿子是差不多的。东明明明才36岁，还有几个月就过年了，过年就是37岁。陆先生这年才刚过呢，感情的事勉强不来。小儿子性格粗豪爽，其实就是个直男，对待感情迟钝得很。战印那样迟钝的人都能开窍，陆东明一直都那么钝的。陆先生觉得小儿子该找一个会磨刀的女朋友，把他的钝磨掉，才有机会脱单。老陆，要不我们家也办一场宴会，宴请管城年满18岁的千金小姐，让东明好好的挑一挑，看看能不能挑到合适的。管城的千金小姐，你能看上眼的就那么几个，东明都认识的，他若是喜欢早就喜欢了，还需要办宴会来相亲。陆太太撇撇嘴，他对儿媳妇的要求也很高，反正吧，要与他们陆家门当户对，茵茵还是最适合的，那小子都不给机会。他要是和茵茵好好相处，说不定就有了结果呢。我明天去战氏集团一趟啊。陆先生问他，你去战氏集团做什么呀？东明和战印还有苏南是铁三角，他们关系最好。战印和苏南都名草有主了，尝到了爱情的甜美。我找他们俩做东明的思想工作，劝东明和茵茵试一试。我们做父母的说的话，他未必会听，但好友说的话，他能听进去。他现在还在战印那里住着呢。老公，你找战印的手机号码给我。我等会儿就打电话给他吧，不等到明天了。陆太太想到了向战印和苏南求助，战印那张嘴笨的要命，比你儿子还不如呢。你打给苏南吧，苏南那张嘴能说会道。
让苏南劝一劝东明，成功率还大一点。对，那我打电话给苏南。苏南他是万能的，谁有事都找他。深夜啊，晚归的战印轻轻地推门进屋，又轻轻地关上了门并反锁。灯亮了，他转身看到了穿着睡衣的海童站在房门口。彤彤还没睡。战印走过去，温柔地把他披散着的头发撩到了他的脑后，让他俏丽的脸完全暴露在他的眼前。我刚醒来，听到开门声，知道是你回来了。海童说话的同时，帮他脱下了西装外套，问他饿吗？要不要给你煮宵夜啊？我一向不吃宵夜，怕胖，你会嫌弃我。海童笑，我嫌弃谁都不会嫌弃你。夫妻俩轻轻地说着话，然后一起进房去。怕吵醒老太太，战印关房门的动作都是很轻很轻的。回到房里，海童帮他把西装外套挂好，然后就去拿衣服给他洗澡。战印看着他，唇边的笑意拢不住。看着我笑干啥呀？像个傻子似的。海童把衣服塞到他的怀里，好笑地捏捏他的嘴角。以前想看到你笑，比登天还难。彤彤，战印张开双臂，拥他入怀。我是觉得，早上醒来看到你在我身边，晚上归来，你给我拿衣服，听你的轻声细语，很幸福，不由自主就笑了。幸福的笑。海童也动情地回拥了他一下，就推开了他，赶紧去洗澡吧，都凌晨了。战印摸摸自己的脸，讨着香吻。老婆，你亲我一下，我就去洗澡。你爱洗不洗，不洗澡别上我的床，睡书房去吧。说着，他作势就走。战印拉住他，他顺势一个旋身，扑回到他的怀里，两手扳住他的俊脸，飞快地在他的唇上亲了亲。眉目含情，嘴含笑，可以了吗？战大少爷，我喜欢听你叫我老公。老公。战印宠溺的笑，心满意足地去洗澡。关上浴室门之前，还对海童说道：老婆，等我。等他关上门后，海童打了个呵欠，回到床上躺下，闭目养神。他会等战印，想知道战印、商无痕还有苏南3个分析调查的怎么样了。就后来还有一个陆东明，那陆东明从明苑花园离开后，肯定是去找了战印。好一会儿，战印从浴室里出来了。海童听到脚步声，睁开眼，看到他没有穿上衣，头发湿漉漉的，还在低着睡呢。他猛地坐起来，并翻下床去，就去拿来了一条干净的毛巾，把这个不知道把头发擦干水的男人按坐在梳妆台前。他像个老妈子似的，一边帮他擦着头发上的水渍，一边说他这么晚了还洗头，洗头就洗头，也不知道用毛巾擦干净水，你们男人的头发这么丁点长，用条干的毛巾擦几下就干了，就这样还懒得擦一擦，看看地板都是水了。战印享受着老婆的体贴，任他唠唠叨叨的。在外面累了一天，回家后听到他的唠叨，竟然觉得很舒服。他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呀。别人回家是怕老婆唠叨，他喜欢老婆唠叨，因为海童不是个爱唠叨的人。也还没有到这个唠叨的年纪。给你拿了一套睡衣，你就穿一半出来，上衣呢？战印笑眯眯的，马上就要睡了，睡的时候还要脱，还不如直接不穿，省点事。海童轻拍他一下，帮他擦干了头发。海童还是进浴室帮他把上衣拿出来，硬是帮他穿上，嘴上说道：你睡着后有时候会踢被子，不穿上衣会着凉。那他又是个不喜欢开暖气的人。当然现在也不需要再开暖气啦。战印他不喜欢开暖气，是想他自动钻进他的怀里取暖。开了暖气，他只会一脚把他踹得远远的，哪里还会投怀送抱呀？我踢被子？不可能吧？战印表示怀疑。海童懒得和他辩啊，下次看到他踢被子时，拍下来，第二天给他看，有证有据，他就信了。你和我表哥还有苏总分析的怎么样了？会是宁家人干的吗？
海童切入了正题，战印站起来，大横抱起他几步就回到床前，把他放躺在床上，他也跟着躺下。目前不能证明是宁家人干的，苏南派去盯着宁总夫妻俩的人，都说夫妻俩除了到处求人想把宁二捞出来，就没有其他动静了。那在外地调查宁家生意的人暂时也还没有消息，除了他们，我想不到还有谁呀？海童只和宁太太母女俩结的梁子够大。战印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：“彤彤，也未必是冲着你来的，可能是冲着我来的。他得罪的人太多，他拥着海童。不过呢，你也不必担心，平时该干嘛就干嘛，就把今天的事当成意外。警方和苏南还有东明都会继续调查的。那东明以前混过江湖，他有那方面的人脉。我们觉得，如果真是阴谋的话，一次不成功，肯定还会再来一次，所以我们该干嘛就干嘛，让对方以为我们把事情当成了意外，没有筑起防线，他们就会再次出手，那样我们才能抓到证据，把幕后黑手揪出来。那保护你的人呢，还是两明两暗。你姐和洋洋那里有陆东明罩着，他们失败了一次，不会太快动手，至少也会等到动物园事件热度降下去了，再也没有人提起，他们才会策划第二次。在动物园里人太多，容易制造动乱，趁机抱走孩子。在繁华的市区中心，到处都是监控，对方就没那么容易动手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战印猜测，对方想再次动手，至少都得好几个月后。海童想了想后说道：“你说的有道理，那我就把动物园事件当成意外，平时呢该干啥就干啥，慢慢的引蛇出洞。”战印赞赏的亲了亲他的额：“我老婆越来越聪明了，以前我很笨啊。”“没有，一样的聪明，一直都很聪明，我就喜欢你的聪明呀，满满的求生欲啊。”“我倒是觉得我太笨，才会被你骗得死死的。”战印忙堵住他的嘴。一吻后呢，他动作轻柔地摸摸他的唇瓣，低柔的道：“老婆，睡吧，很晚了，晚安。”一个深吻安抚了海童，他没有再和他翻旧账，跟他道了晚安，重新进入梦乡。战印一手搭放在他的腰肢上，忍不住又在他的脸上亲了亲，才与其共眠。战印夫妻俩睡得安宁，某处租房里的叶佳妮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他每次翻身都不敢太大动作，怕惊扰了身边的周红林，隔三差五就拿起手机来看，并没有接到陌生的来电，也没有收到陌生的信息。他不知道那个不知名的女人还会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，今天的计划失败后不是他的错，会不会迁怒到他家人身上？他已经按照对方所示去做了。是海童带着保镖一起在这动乱初起时啊，保镖就护着他们撤出海洋馆，任小宝被抱走，那是调虎离山，声东击西吧。不过呢，最终洋洋还是没事。叶佳妮知道洋洋也差点被抢，不过最终没事的时候，心里是松了一口气，却又害怕。他在道德上是令人诟病，毕竟当小三插足别人婚姻不是件光彩的事，但让他对洋洋下手，其实他是很不情愿的。要不是对方拿捏他一家人，他都不愿意去做。洋洋没事，他松口气了。害怕的是那些人没有成功抱走洋洋，也就没有引到海童去见那个不知名的女人。万一迁怒于他，他和他的家人怎么办？洋洋有那么多人保护呀。他和他的家人确实没有人保护的。叶佳妮再次翻了个身，这次他动作大了点儿，打扰到身边的男人了。周红林眼睛都没有睁开，就说他老婆，你一整晚翻来覆去做什么？像煎咸鱼似的。我睡不着。怎么了？周红林睁开了眼睛，看着他，有心事。我这不是吓的吗？叶佳妮翻过身来对周红林说道，亏你还是当爸的，洋洋差点出事，你竟然睡得像猪一样沉。知道洋洋差点被抢走时，周红林的表现还不如周母这个当奶奶的。还有小宝，
都被人抱走了。要不是海童让人去追，你姐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周红英在儿子失而复得后，向海童下跪道谢，叶佳妮都震惊了。当妈的人为了孩子真的什么都可以做。周红林说道：“你没看到战印带着那么多人过来接他们回去吗？还有商总也带了一班人过来，那洋洋有那么多人保护着，我这个当爸的连挤到他面前去关心2句的机会都没有。小宝倒是被吓坏了，我姐也是。不要说我姐了，我们都吓坏了。”周红林最近跟姐姐的关系是不太好，任小宝毕竟是自己的亲外甥，要不是他说要动物园春游，母亲也不会叫上姐姐带着任小宝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。幸好任小宝就回来了，否则他也会良心不安。一个家庭失去了孩子，那个家就散了，以后还是不要带孩子去那么多人的地方玩了，就算去也要看牢了孩子，特别是像洋洋和小宝这般年纪的，好动又还不懂得危险。周红林想起动物园事件，也是阵阵后怕的。他并不是不关心洋洋，只是关心洋洋的人太多了，他这个当爸的被挤出圈了，他内心其实窝火得很。洋洋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他这个亲爸却无法为洋洋做什么。当时他一心想着去追人贩子，想救回外甥，没想到自己儿子也陷入了困境，亏得海童给力，否则周红林也自责啊，自责自己当爸的没用。动物园太大了，以后孩子们想去玩，就去那些小公园玩玩就算了。叶佳妮说道：“那就是个意外，总不能因为一次意外就不让孩子出门去玩了吧？我们以后看好孩子就是。一次计划不成功，下次想再抱走洋洋，怕是很难了，连周家人都汲取教训。不准备带孩子去人多的地方玩，估计也不会再凑什么热闹了哈。”叶佳妮内心着急，面上不显。别想那么多了，都过去了，睡吧。妈说明天去买点东西，去管城中学给海童道谢去。矛盾还矛盾，他救了小宝却是事实，我们总要道个谢的。周红英以前最喜欢说海童的坏话，现在满嘴夸着海童是好人，是他们家的救命恩人，恨不得把海童当成菩萨来供着。早3支香，晚3支香呢。要我们去买东西吗？放心吧，我姐出钱，不会让咱们出钱的，我们就是陪着去。周红林知道老婆和姐姐不对付，他打着呵欠说道：“老婆啊，你和我姐也别老是针锋相对的，我夹在你们中间也很难做人的。一个是我姐，我一辈子就一个姐姐，没有哥没有弟妹了；一是我老婆，要和我过一辈子的。你们俩老是吵吵闹闹的，我也烦了。那是你姐和你姐联合起来欺负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他们先欺负我，我才会还击的。”周红林说道：“那是我姐和我妈，你就不能为了我忍一忍？我爸妈养大我也不容易，你爱我的话就包容包容我妈。至于我姐，她实在太过分，我会把她赶回家去的。”叶佳妮的脸都绿了。你爸妈养大你不容易，我爸妈养大我就很容易，你叫我包容他们，凭什么呀？你妈又没有养过我，她处处针对我，说我不如海玲，拿我和海玲比，还不许我生气了。天天在我面前说海玲多好多好，说我多么差劲，说我不会过日子，不做饭，老是叫外卖。我平时也忙呀，她在家里闲着也不做饭，等我回来做给她吃，那不是欺负我吗？刚去你家的时候，你妈对我好得不得了，连你姐都对我很好，我还以为是海玲不会处理婆媳关系，才会老招你姐和你妈说。现在我才知道是他们太会演戏，我都被骗了，还是她自己主动跳进来的，亏得我还以为我是不一样的呢，结果就当老婆和当情人待遇不一样呀。还有你呢，以前对我千依百顺，现在呢？周红林哄着他，我现在还不是对你千依百顺，以前海玲的时候我跟她 AA 制，洋洋买奶粉要花2400元，我也只给海玲1200块钱买奶粉，只出我的那一半，
样样与他计较。你一进门，我就把财政大权上交了，还不行？房产证上也加你的名字。我对你是真的掏心掏肺的好了。周鸿林现在是骑虎难下吧？毕竟他和叶佳妮才领了结婚证，婚礼都还没办呢，总不能又离婚吧？哎，况且他叶佳妮还有感情的，叶佳妮比他小好几岁呢，还嫩得很，他新鲜感还浓得很。后悔吗？他是后悔过，不敢让叶佳妮知道而已。他觉得他和海玲离婚，这代价太大了。早知道会有今天，他就不离婚了。可惜海玲知道他出轨后，坚持要离婚，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如今他的再婚生活过得一地鸡毛。海玲在离婚后却是越过越好，不仅开了早餐店，还减肥成功，更有陆东明这个大总裁在追求他。他的人生似乎开挂了，可惜与他周鸿林无关。想到海玲以后若是嫁入了陆家当四少奶奶，周鸿林那个心塞啊。转念一想啊，又觉得不可能。陆家那也是顶尖级别的豪门啊，哪怕陆东明破了，像年纪也大了点，但人家还是初婚。陆家长辈估计不会同意他娶海玲这个离婚女人的。海玲对陆东明也没有那方面的意思。那相识10几年，周鸿林对海玲还是了解的，他看得出来海玲对陆东明没有男女之情。我妈老是拿你和海玲比，她那是故意气你的。别理她，我也跟我妈说过了，以后少在你面前提起海玲。她和海玲会离婚，有她的原因，也有母亲和姐姐的原因啊。我们俩是被战印报复，失去了工作。要是我们没有丢掉工作，我妈只会去海玲面前炫耀，老婆，过2天我就去开网约车挣钱。放心，你嫁了我啊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让你过好日子。叶佳妮在她的一番哄劝之下，心里的气也消了。